以就是说，除了你们本身以外，我觉得你们自己不爱营业，就你必须得去自己的话去突破自己的一些领域，需要不断的去学习。技多不压身，你学的东西越多的话，你拿出来的亮出来的本事就越多了。我最近就是说，我也在复盘嘛，内幕的话，在做内幕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也是有摇摆的。为什么7个人会变成4个人？首先的话，我觉得是本身7个人的话，我觉得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面。第二部分的话，让你们去女团养猪这个事情的话，确实我也是有做错的地方。让你们去吃苦，对你们的人生的话是否有积极的作用？我自己在反省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一个失败的案例吧。对于女团的定位的话，我觉得是不相匹配的。然后第二部分扩大群众的影响力的话，也没有那么大的帮助。但好处来讲的话，我是在你们架农场养猪的那个过程中，我看到你们身上的每个人的优点。你们一直坚持下来了，让我还蛮感动的。难熬的时候证明要进步了，希望我们能早日独立行走，证明一下自己也是可以独当一面的。觉得你们很棒。所以我还是这一次的话，花了大量的金钱、时间成本的话，让你们去海外做专辑，是因为你们给了我信心，爆款永远在下一个。而且就是说，我觉得不进则退，你就是得拼命的去跑。发展方向是确定了的，就是说你要不要成为一个好的艺人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。杜妈给我们分享的所有的东西，都还其实蛮宝贵的，就更加的觉得自己有被感染到，然后你会觉得要去拼搏。那刚刚宣传部门说完了，那我觉得最后一个部门吧，就财务部门，好吧？好，现在财务部以数据角度分析一下上半年艺人的业绩完成情况，然后我们是按照艺人的贡献金额做了一个排序。第一档就是王一博，他的那个完成率就是比较稳定，去年上半年跟今年上半年都超过了70%。黄明昊就是虽然上半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剧组里面，但是今年的业绩完成率也是提升了很多。朱正廷的话就是完成率也是超过了50%。第二档就是西哥，完成率有所上升，但是还是没有超过50%。杜总的完成率算是艺人中的第2名。你看我完成率多高，76%。我是公司最勤奋的人。然后黄欣纯就是完成率有所上升。黄欣纯今年的话进步好大的，就确实是也是很努力的。美琪就是今年的完成率有所下降。奥利是因为今年3月新出道的艺人，然后完成到现在也是因为参加了很多的综艺。这些就是往后面就倒数第几名的艺人了啊。然后张浩脸就是今年参加了2档 TVB 的活动。张浩脸，知道你的这个收入是多少钱吗？哪些 ？total 加起来不知道，几万块钱吧，而且整个的妆发的话是亏损的。然后江西西就是今年有几个个人的活动。就是说，那还有一些没有个人数字的收入几乎是为零的。所以这个市场就是很残忍的，就是说你头部通吃的一个原则，可能10%、20%，可能占80%的市场。我说实话，刚到公司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其实没什么感觉，我就想好，就是我把我们团的这些东西做好就好，因为他们也是经过了很长一段的时间的沉淀，我们只是可能才刚起步，
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重要，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，我们能把我们该做的做好就好，然后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时间。Boyhood 是完成的稍微高了一点点，然后但是完成率也是不是很高。不是 Boyhood 我得表扬一下，就是说这个数字的话，是因为我去年给你们设置的 KPI 是比较低的一个，今年的话就是说设置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数字啊。然后内幕的话是对比去年的话完成率有所上升，就是以商演和演出为主。那是因为我把你们今年的 KPI 调低了，所以数字上升了。我就说没事。你不要管。什么意思？我说我出了那么多场巡演，为什么还一点钱没赚？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杜总经常上通告，然后通告比你们旗下艺人还多。其实说实话，客观一点讲，我也不太想上通告。你比如说像 Name， 之前的话像王牌对王牌，他们之前邀请过我很多次，我都没有去嘛。然后后来的话是经纪人苏苏又跟我发了一条微信，发了特别长的，中间一句话就是说杜总，我请求你帮 Name。啊，说完那句话以后，我就心里就特别难受啊，我就觉得，唉，对我来讲，我是不情愿做这个事情，但是我又想帮你们，就其实有点小失落，感觉自己没有那种独当一面的能力吧。然后也蛮感谢他的吧，因为杜妈自己也说，其实他很多时候不是那么的希望去露面，其实他说就为了帮我们，他是觉得也是 OK 的，也蛮感谢他。做艺人经纪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说艺人在小的时候就是需要宣传、经纪或者我一个一个去求，给你们机会，但求过来机会以后，我发现你们不去珍惜的时候，或者说确实就做得不到位的时候，我是很难过的。所以比如就像你们龙奶本来是9个人，现在变成8个人，为什么变成8个人呢？那不就是对吧？奥利为什么被暂停工作？那我觉得他最大问题就是说，因为录某档综艺节目嘛，所以我觉得他整个心态是垮的。但后来的话，他也过来就是跟我聊过嘛，而且我会去引导他，我还怕他抑郁或者 emo。我觉得就是说，在综艺节目里面被骂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每个人都会，我也被骂的要死要活。就艺人的，我觉得心理的话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，特别是对我们这种面对公众的，就你的心理问题怎么去解决，你能不能自洽很重要。我不知道，就是说在座各位还有没有被骂的？有被骂过吗？被骂挺多的。现在还没机会是吧？不是，就也被骂，但我一直都不太往心里去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也没法控制别人说什么。但梁世玉，我是有时候我也想骂你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想骂你吗？为什么？你什么时候被我骂过？就机场那个。机场怎么了？就有点小邋遢。小邋遢是吧？您点播2句之后，不稍微的。嗯，对啊。那个